大爷黑大虎是黑风四虎老大，你们这些伶人，摸摸你们怎么了？啊！大爷花钱雇你们这些伶人，不就是给大伙找个乐子吗？黑大虎，你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伶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是啊，还说自己是黑风四虎的老大，太丢黑风寨的脸了。兰陵红巾，念在你们是故人的情分上，我黑大虎不与你们争执。大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容你在这撒酒疯？二哥，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？这伶人是什么货色，有谁不知道啊？我黑大虎可是从来不欺负好人家的儿女的。你给我过来！大虎。无字天悲。现在可以告诉我关于我父亲的消息了吗？你爹他还没有死。我爹在哪儿？就在你的面前。属下参见大人。参见大人。请恕仁杰在外耽搁太久，没有按照规定的时期回到衙门，请大人治罪。哎呀，狄判佐，不过来晚几日，何罪之有啊？虽说仁杰晚归是因为遇到了棘手的案件，可如果大人不治仁杰的罪，岂不是破坏了衙门的规矩？到时候还怎么管理其他的官员？嗨，话虽是这么说，可凡事都有个例外嘛，啊，不能死脑筋呐。再说了，本官现在没空治你的罪，因为狄判佐呢又要有公干了。啊，又有公干啊？狄判佐，你看看这个。本月15，朝廷将派兵部侍郎屈冲到黑风寨举行招安大会。是啊，黑风寨，他们对我们姐妹有过救命之恩，我和姐姐还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日呢。还有这件事呢？怎么从来没有听你们说起过呀？黑风寨是驿寨，所做的好事无数，却不许宣扬。任何人只要听到黑风寨这个名字，便知道其锄强扶弱，又何须人去说？哎，大人，可是上面明明写的是邀请你去啊。哦，狄大人有所不知，本月15是咱们陆大人的三夫人寿辰。这夫人的脾气众人皆知啊。如果当日不见大人，可无法收场。我想狄大人也不愿意见到咱们大人左右为难吧？啊？可我这刚从大漠回来，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啊。傻书生，我们就替陆大人去吧。你难道忍心叫陆大人得罪那个美艳动人的三夫人？据我所知，黑风寨藏了许多30几年上好的女儿红，这次招安之事，想必一定会拿出来款待宾客的。哎，大大，这倒不错。陆大人陪三夫人过寿，咱们去黑风寨喝上好的女儿红，这笔交易值得。啊，对了，黑风寨还有3把绝世宝剑。3把宝剑？可是江湖中有名的龙渊、鱼肠，还有战卢。正是。这3把宝剑的背后，流传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人家早就倾慕已久。看来啊，这次除了可以一饱口福之外，还可以一饱眼福了。陆大人，成交。好，那时候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3把宝剑背后的悲惨故事，并没有随着岁月湮灭。相反，故事中埋藏的复仇火焰，却越烧越烈。这个傻书生，
你说他放着汴州府的车轿不坐，非得自己走，害得我们天不亮就起床。更傻的是，你那位傻书生还要跟我们比爬山。我看大大一点也不傻，若非如此，又怎能甩掉你们两个呢？为什么要甩掉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整天叽里呱啦、喋喋不休的。尤其是你啊，伶牙俐齿，说你一句你回100句。平日里倒也罢了，大大整日被公案所累，难得今天青山绿水出来透口气，自然想一个人有点空间，耳根子清静清静。我跟姐姐像仆人一样照顾他、伺候他，我看他应该是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偷乐才是。哎呀，人家想要的偏不在，不想要的呢，却整天绕在他身边。你说这人是该笑还是该哭呢？你是说那个花非花？不对，应该叫他慕容清。哎，墨雨，你刚刚说谁是不想要的？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墨雨，你给我说清楚！别过来！谁是不想要的？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妹妹，你说清楚！这位墨雨仆人，什么时候你的嘴比我们俩的还厉害？我看狄仁杰不是要躲我们，而是要躲你这位叽里呱啦的吧？是不是？是。一觞虽独尽，杯尽胡自清。笑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我看这叽里呱啦的不是我和姐姐，也不是墨雨，而是这个傻书生。傻书生，你明知不如我们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们比赛啊？难得今日出来，能远离这市井尘嚣，咱们出来玩一玩，只为了身心舒畅。哎，我根本就没有把胜负放在心上。哎呀，他想问的不是胜负在不在你心上，不是胜负又是什么？他是想问墨雨，你这位主人精明盖世，怎么会不知道妹妹问的是什么？我看他是不想说。既然不想说，你又何必逼问他呢？哎，你们女人说话真是云山雾罩。天色不早了，傻书生，咱们快走吧，要不然等宴席开始，那上好的女儿红可就被抢光了。是啊，前面就是黑风寨的山门口了，走吧。走吧。看来朝廷对黑风寨真是十分重视啊。是啊，皇上特派了炙手可热的兵部侍郎瞿冲，来部署这次招安事宜。这黑风寨的地位又怎能小觑呢？二哥，兰陵、红巾，怎么是你们姐妹俩？我们能来啊，还得靠他。在下汴州判佐狄仁杰，陆大人因为有要事在身，所以命仁杰前来。原来是狄大人，汴州百姓人人都称赞你。狄大人为老百姓除去了萧朝天这个狗官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在下黑风寨2当家连飞影，久仰大名。大哥和三哥呢？大哥在招呼屈大人，3当家在招呼普王殿下。普王？对，普王早年被流放，后来游历至汴州，偶然间跟3当家成为朋友，此次受3当家之邀前来观礼。我早在江湖上听说，普王气宇不凡，是个出尘脱俗的美男子。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庐山真面目了。红巾，你们怎么会跟狄大人在一起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跟那个萧朝天啊还有一定的关系呢。哦，那咱们边走边聊。狄大人，随我入寨。好，请吧。如此说来，狄大人确是你们的恩人，你们跟了狄大人，也算是好事一桩。他要是能再聪明一些，那才真是好事一桩呢。狄大人的聪明才智，天下共知。怎么，你还嫌不够吗？二当家，他所谓的聪明，不是天下人共知的那个。墨雨，你怎么了？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？哼！黑风寨卧虎藏龙，难怪朝廷会如此重视。啊，狄大人过奖了。自古以来，落草为寇者，虽不乏能人异士、武功高强者，
但多是穷途末路，迫不得已才聚生山间。因此，非常讲究团结义气，黑风寨更是如此。飞鹰想，这也许是朝廷格外优待黑风寨的原因吧。二当家所言是实，人家之前就听说黑风寨是个驿站，忠勇二字，向来都是忠在前，勇在后，忠比勇更可贵。狄大人说的是，说的对。大爷黑大虎是黑风四虎老大，你们这些伶人，摸摸你们怎么了？啊！大爷花钱雇你们这些伶人，不就是给大伙找个乐子吗？黑大虎，你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伶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是啊，还说自己是黑风四虎的老大，太丢黑风寨的脸了。兰陵红巾，念在你们是故人的情分上，我黑大虎不与你们争执。大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容你在这撒酒疯？二哥，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？这伶人是什么货色，有谁不知道啊？我黑大虎可是从来不欺负好人家的儿女的。你给我过来！大虎，你这个女人，竟敢暗算我！住嘴！大虎，休对慕容姑娘无礼！你知不知道，站在你面前的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主人，也是蒲王殿下的未婚妻。此次专程随蒲王殿下前来观礼。慕容姑娘，大虎有眼无珠，您若有什么怨气，尽管发到大虎一个人身上，跟黑风寨无关啊！二当家，你说眼前的这位是？哦，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主人，也是蒲王殿下的未婚妻。慕容姑娘，刚才对不住了。哎，狄大人，哎呀，想要的来了，却又跑了。死墨鱼，早晚割掉你舌头！这慕容清突然出现，狄仁杰他肯定吃亏，还不快追啊！小兄弟，这包是金疮药，可以消肿止痛，伤在脸上难免留下伤痕。黑大虎是个粗人，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大虎，别再欺负人了。狄仁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慕容清，不是话废话。二当家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要嫁给蒲王？你不娶我，还要管我嫁给别人吗？别忘了，你在极乐大牢里答应过我什么？求求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便恩断义绝。答应我好不好，狄仁杰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那天的事，我怎么可能会忘记？好，那就请你遵守承诺。难道他又想被女魔头骗不成？我要带他走。他们之间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明白，让大大去处理吧。他现在是色迷心窍，我不认为他自己能处理。狄仁杰想再吃慕容清的苦头，你就让他去吧。他想碰壁，是你阻拦得了的吗？青子，哎呀，傻书生就是傻。哎，青子，青子，狄仁杰，你是不是不想守承诺？不，承诺一定会遵守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便当作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。不过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啊。你是不是想耍赖皮？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。青子，你又与人起争执了？这位公子，
你要与青子说清楚什么呀？兰陵，红巾，三哥，三哥，小木，你认识这些人？殿下，这位是飞兰陵、飞红巾，是我黑风寨的义妹。哦，三哥，我们现在是为他办事的。哎呀，能让你们为他效劳，想必这位公子定不简单呐。没想到这个傻书生竟然人见人夸呀！如果小王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位公子可是汴州叛左狄仁杰啊！怎么，竟然是狄大人？看起来今天我们黑风寨是英杰齐聚啊！仁杰与殿下从未相识过，殿下怎么会认得仁杰？看公子这通身的气派，便知不是江湖中人。而这黑风寨又在汴州一地，早就听三当家说会请汴州知府前来观礼，可公子看上去又不似那些朝廷里的混沌人物，所以在此地能配得上这身气派的，也只有狄仁杰了。殿下对仁杰的夸奖，是仁杰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汴州叛左狄仁杰参见蒲王殿下。免了。今日在这青山绿水之间，我们不用行此虚礼了。对了，刚刚你要与青子说清楚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的确没什么。殿下，我跟狄仁杰不过是误会一场。好，那既然是误会，我们就让它烟消云散吧。待我这几日将这宅院修整好后，再请各位到此一聚。狄大人，萧木要去帮忙打点蒲王殿下和慕容小姐的住处，就先失陪了。这个蒲王只是来观一次礼，看看门口堆了他那么多东西。不过倒是也奇怪，他这样做并不让人觉得讨厌，好像他理应如此。傻书生，你还愣什么呢？人家甩了你，可是找到更好的了。狄大人，咱们快去武殿吧，曲大人他们等候多时了。二当家，听兰陵说，黑风寨有上好的女儿红，可是真的？哼，那是当然。大人如果喜欢，定当在午宴中全数奉上。好，黑风寨有情有义，仁杰今天不醉不归。请。这可真是如愿以偿啊！大当家，汴州叛左狄大人来了。黑风寨大当家金无形参见狄大人。大当家，恭喜恭喜！红巾，兰陵，大哥，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本来我们俩早就想来看你的。这次听说黑风寨被朝廷招安，就跟着狄仁杰来了。他们俩现在可出息了，跟了狄大人。狄大人，在下兵部侍郎屈冲，在朝中便已闻听你的大名。解围感业寺，狄大人本应该加官进爵，为何还留在小小的汴州啊？屈大人，汴州山好水好，对仁杰来说，留在汴州远胜于加官进爵，这是皇上对仁杰的偏爱。哦，哎，二位大人，请参观武殿吧。这黑风寨啊，所有的精良兵器，可都是藏在这里啊！哈哈哈哈！请，请。这3把宝剑看起来非同寻常，不知什么来历。这位兄弟好眼力啊！这3把宝剑
是我们黑风寨五殿的镇店之宝，受寨中所有兄弟的供奉，因它乃是忠义的象征。听起来，这里面还大有文章。花三娘说的没错，师爷，你不妨给大家讲来听听吧。好，话说太宗初定天下的时候，这3把宝剑的主人是附近一座前朝小城的将军。将军与多年来一直追随自己的3名铁骑结拜，誓言以兄弟相称，不论主仆，许下姓名义、死生同的誓言，并将3把宝剑相赠作为信物。后来太宗为了统一天下，率兵攻城，3铁骑英勇善战，与将军一起誓死抵抗。太宗请攻不破，一度无奈退兵。宝剑仇知己，这的确是个好故事。参见殿下。免了。后来呢，师爷？这故事似乎还没有结束吧？后来太宗再次率大军攻城，最终寡不敌众，3铁骑与将军誓死与共，守城阵亡，实现了他们结拜时的诺言。据说连太宗都深为感叹，将4位厚葬在了一起。从一而终，主仆情深。这3把宝剑，的确是值得供奉。我花三娘最钦佩黑风寨的，就是这个义字。我和姐姐也曾被黑风寨所救。黑风寨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绝对配得上供奉这3把宝剑。哪里，多谢诸位抬爱。这屈大人看起来有洁癖啊，怎么带兵打仗？我看他的洁癖不止在手上面。3位当家，宴席已经准备好了，请贵客赴宴。殿下，屈大人、狄大人，诸位贵客，请。都给我看紧了，打起12分的精神。这是山匪待的地方，不同别处。这里面坐的，除了皇上跟前的大红人屈大人之外，还有蒲王殿下。要是出了什么闪失，不是你我可以担当的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南陵，你说的没错，这里的确有上好的女儿红。这杯我敬你。好，今天我就陪你喝个痛快。还有我呢，我也陪你。青子，慢点喝，这么喝伤身子啊。今天我心情好，黑风寨如此美意，我怎么能辜负呢？谢谢慕容姑娘，更要多谢蒲王殿下大驾光临。从此以后，我黑风寨定当竭尽全力报效朝廷。人杰还要再敬一杯，祝慕容姑娘和蒲王殿下幸福美满。好，青子，
狄大人好心祝福你我，我们应该感谢他才是啊。来，狄大人。谢狄大人。我是铁骑王翰，这是将军赠我的龙渊剑。我是铁骑张昭，这是将军赠我的鱼肠剑。我是铁骑赵成，这是将军赠我的战卢剑。宝剑赠兄弟，义气冲云天。我们要誓效将军。敌人攻到了城门，兄弟们拿起手中宝剑，骑上战马，随我一起奔赴沙场。兄弟结义在将台，宝剑为证，誓为盟。这戏排得好，真是应时应景啊！全当为大家助兴。三娘，无形敬你。好，这酒敬得有意思。来，干！站住！聚义堂现在禁止入内。这位大人，在下也是黑风寨邀请的客人，只是来晚了。你可以进去，把兵器留下。来，谢大人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不小心！师爷，哎，师爷，算了吧，他也是无心之过。殿下，恕臣失礼，先出去整理一下衣衫。屈大人请便。不要动，再动杀了你，将他押上城墙。大哥，将军待我们不薄，这样做是否有违道义呢？现在兵临城下，我们的妻儿要被敌人活捉，他必须付出性命来拯救我们。可是我们许下了生死的诺言，这宝剑就是最好的见证。难道今日要将它付之一炬？兄弟结义在将台，宝剑为证，誓为盟。那就让他付之一炬吧。你们这些伶人，简直是胡编乱造！说，是谁让你们这样演的？是谁让你们这样演的？三铁骑与将军共生死，怎么可能会杀死将军呢？是你们山寨派人送来的戏本，我们也只是照着排演呢。普王殿下，是有生安排不妥，失礼了。师爷的心情，小王能够理解，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看不如先让这些伶人们都下去，以免坏了今晚的兴致。殿下，殿下，屈大人刚刚被发现死在了前厅，黑风寨可能有刺客，末将已派兵将黑风寨团团围住。臣恳请护送您和慕容姑娘离开这里。至于其他人的，一律不得出入。怎么回事？
是武殿中的龙渊剑。龙纹盘环，的确没错。可刚刚这剑不是好好的挂在武殿中吗？三位当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，武殿着火了！三弟，你留在这里协助官兵处理现场。师爷，你去安排花三娘和伶人们的住处。是。什么？我的住处？是啊，花三娘，上官将军不是说了吗？谁也不得离开黑风寨呀！师爷，记住，千万不可怠慢大家。好，二弟，随我去武殿看看。好，大哥，让我们跟你一起去吧。狄仁杰观察入微，或许能发现线索。那就多谢狄大人了。怎样？宝剑是否安好？大当家，宝剑不见了，只剩下剑鞘。什么？究竟是何人盗走了宝剑，还杀死了屈大人？这么一来，恐怕整个黑风寨都要受到牵连。可是宴会前，这3把宝剑还在，到现在为止还不足1个时辰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可有其他人进出过？回大当家，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这段时间里进来过。这火也是莫名其妙的就烧了起来。莫名其妙，无人放火怎么会失火？你仔细想好了，究竟有没有人进出？二当家，请你相信我，真的没有发现任何人。大大，你在想什么？听起来这个宝剑像是不翼而飞，这大火也是自行而起。但最奇怪的，不只是这2件事情。最奇怪的是什么？是时间。从这里到聚义堂，至少需要2炷香的时间。而屈大人被杀，与这武殿失火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。难道盗剑杀人者与放火者不是同一个人？目前还不能肯定，但这一切未免也太巧了吧？大哥、二哥，会不会伶人演的是真的？将军带着不义之火回来报仇？也许，屈大人就是那个佩戴着龙渊剑的铁骑，所以，凶手要用龙渊剑杀死他，以血还血。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魂？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个宝剑的传说，不可能是假的。传说是真是假，我还不敢肯定。但这世上没有鬼魂，倒是真的。屈大人被杀之前，可曾看到有可疑之人出入过聚义堂？有一个，让上官大人给拦了下来。不过他拿出请帖，说自己只是晚来，上官大人便让他放下兵器进来了。可曾看清楚请帖上的名字？关胜。黑风寨似乎没有请这么一位人物。三弟，大哥，情况如何？已经检查过屈大人的尸体，并无中毒的迹象，确实是死于剑下。啊，武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火是救下了，但是3把宝剑全部失窃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盗剑行凶。三当家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剑确实是被盗，但却是不翼而飞。武殿的守卫说，当我们离开武殿之后，便没有人再进入了。也许进去的是个隐形人。隐形人？刚刚官兵言道，说有一个叫做大刀关胜的人来过黑风寨，不过在午宴上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个人的出现。
刀关胜。兄弟，出来吧！就是他！诸位当家的饶命啊！屈大人可不是我杀的呀！你就是关胜，你这请柬是假的，你还说你不是凶手？这……关胜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剑？并没有，只有一把大刀，不过也让上官将军给留下了。关胜，在下汴州判佐狄仁杰。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无罪的话，就将书案上的宝剑拿过来吧。你就是除了萧朝天的狄仁杰？正是。好，在下早已钦佩您，狄大人怎么说，关某就怎么做。关胜，你看看能不能把这把剑藏在身上？这剑乃青铜玄铁，比关某的大刀还要沉。狄大人，你这不是为难关胜吗？对呀，屈大人是被这把宝剑所杀，我怎么可能把这把剑带进来呢？也许你一早就藏在这里了。温宇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。关胜没有这么好的轻功。这跟轻功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到武殿的时候还看见那3把宝剑，就说明那3把宝剑是我们走之后失窃的。我们到聚义堂后，这里被官兵把守，进出都会被看见，所以关胜要预先放剑，就要在我们到之前把剑藏好。也就是说，他要在我们从武殿到聚义堂的路上完成偷剑、到聚义堂、藏剑这3件事。这段路程不过区2炷香的时间，没有上好的轻功，又怎能做到？关胜，现在就说一说，你为什么要来聚义堂吧？其实，我是来找春红的。春红？可是那个不小心将酒洒在屈大人身上的婢女？正是，她是我的相好。春红答应嫁给我，可是这3个月来却没有音讯，我着急就找上来了，可是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一时害怕，便不敢出来。你可亲眼见到了屈大人被杀？没有，我进来后就躲在廊柱后面找春红。你是怎么回事？这么不小心？算了。突然，我听到一声惨叫，那一刹，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快回头看时却没人了。官兵从我前面冲进来，我一时慌乱，就跳到了房梁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春红，你可认得他？认得，我去年下山买东西被歹人所劫，就是他救了我。春红，为什么你要失约？不是说好这个月初5就成亲吗？这不正赶上招安吗？我想等过了招安再说。大当家承诺，寨里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笔赏金的。我的确是希望寨中每一个人都有好日子过。这招安之后，能够分一笔钱给大家，没想到竟然让大家都受到了牵连。大哥，这并不是你的过错，害人的是那个凶手。如果关胜说的都是真的，那这凶手必定是在宴会之上。狄大人，关胜乃关二爷的后人，说话从来不打马虎眼。好，人家就相信你。关胜说他听到屈大人惨叫之后，就马上有士兵进来了。而这凶手如果逃走，定不会走前厅的大门，因为士兵就是从那里进来的。他不从前门走，还可以走后门啊。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
只可惜凶手并没有这么做，关胜却在不经意之间，将自己变成了可以证明凶手从未离开过的证人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你所听到的脚步声，就是凶手的脚步声，而你靠的廊柱，离那后堂至少有50步的距离。如果这凶手要去后堂，他怎么可能在你转身的时候就突然不见了？答案只有一个。这凶手定是进入了宴会大厅。任杰敢肯定，既然凶手返回了宴会大厅，就证明这凶手就在赴会人之中。而他特意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减少自身的嫌疑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花三娘和伶人们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把废弃的阁楼叫人打扫出来，作为他们的落脚之地，还算宽敞舒服。你赶快去，派人看住阁楼，不得再有任何人随意进出。为什么，大当家？这样恐怕会得罪客人呢。刚刚花三娘已经十分不满了，凶手很可能就在这些人当中。如果逃了，咱们整个黑风寨都担当不起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等等，师爷，你也给他在阁楼安排上一个房间吧。狄大人，为何如此？我不是已经没有嫌疑了吗？你说的话未必100%都是真的，所以委屈一下。屈大人离席之后，我敢肯定的，只有我们几个和师爷是从未离开过的，其他的人，我也没有仔细观察。还好你记得我们，我还以为你光看他了呢。洪基，我的确留意他很久了。你，狄大人，你和洪金说的是？是我。大当家不好了！大当家不好了！阁楼那边打起来了。走。出手！大哥，三娘都不听师爷的安排。我好心好意来祝贺，却要被你们关起来。金无形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三娘，屈大人死在聚义堂，众人皆知。要关你的不是我黑风寨，而是朝廷。现在就连整个黑风寨都被围了起来，在场的每一个人，都跟坐牢一样。所以，还望三娘谅解。谅解个屁！我在席间一直跟二当家的说话，从未离开过半步，又怎么可能杀死屈大人？二当家的，你出来说句公道话。三娘确实曾与飞影说话，但并非一直。飞影忙活着招呼众位宾客，也没有一直留意着每一个人。你这是废话，谁会一刻不停地说？正好，现在大家都在，任杰倒想问问大家，是不是都有一直在场的证据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时根本无人进入，所以这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。哼，就算是，那也不是我们寨里的兄弟啊。我们寨里的兄弟啊，天天盼着招安呢，怎么可能杀死屈大人呢？朝廷是看证据的，任杰还是恳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吧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没事了，多谢这位姐姐。大人，当时我们可是一直都在台上表演，这可是众人所见，这应该算是证据吧？这，你们这些伶人，我看就是你们作怪，演的什么鬼戏，咒死了屈大人！哎，什么咒死啊？人家可说了，这戏本是黑风寨送去的。依我看，这戏本怕是中途被调包了吧？戏本送到后，我们停了3天才开始排的。要说被调包了没有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三哥，不管怎样，这些伶人就是不祥之人。既然是不祥之人，那大虎兄为何上午还要去招惹他们？
总之，在没有找到凶手之前，任何人不可以离开黑风寨。现在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还请大家不要有离开的打算。倒不如好好想一想细节，多提供一些线索吧。在这山上，有酒有月，有知己的朋友在身边，本来是件很惬意的事情。是啊，但现在却是300多人的安危在系。如果朝廷真的攻上黑风寨，墨雨，你保护狄仁杰离开。那你和红巾呢？黑风寨对于我们姐妹俩有救命之恩，如今大难临头，我们怎么能说走就走？你们别忘了，我们在祖师爷面前可是发过誓的。恩仇必报。我们不在了，不是更好？省得某些人呐，耳根子不清净。哎呀，平时听惯了叽里呱啦，突然耳根子清净了，还真没什么意思。还有他呀，他现在叽里呱啦的本领可不逊于我们哦。他是跟你们在一起才这样，他一个人的时候，那叫金口难开。哎呀，所谓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。放心，大漠狂沙都不能把我们吹散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咱们不但散不得，还要一起还黑风寨一个清白。将军，如果公然与朝廷对抗，那我们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可是现在逃跑也不行，朝廷的军队已经将山寨团团包围。难道除了攻和逃之外，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还有第3个办法。狄大人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是啊，既不能攻，也不能逃，难道我们要坐着等死吗？当然不能等，我们要拖。拖？我们势单力薄，如何能够拖住朝廷大军呢？人杰并非是让大家拖住朝廷大军，而是要拖延时间，所以不能跟官兵开战，要想办法拖住他们。对，而且不能伤害朝廷的一兵一卒，否则就是公然反抗朝廷。还要拖的时间越久越好，有利于我们找出凶手。可是现在山下号角一响，我们所剩的时间恐怕已经不多了。3当家，时间不能靠朝廷给，而是要靠我们自己争取。师爷，可有黑风寨的地图？有，在那里。诸位兄弟，兵部侍郎屈大人死在了黑风寨，这表明黑风寨对朝廷的招安毫无诚意。我等现在就奉皇命剿灭黑风寨。现在号角已吹过3遍，黑风寨里除了老人、女人和小孩之外，其他山匪一律格杀无论。是。官军来了！官军来了！这2座山头形同马鞍，而第1座山头就是黑风寨。从这里到山谷，颇是陡转。如果让官兵以为我们黑风寨众人都躲在这山谷当中，便会将他们引入到山谷之内。那么，当士兵知道自己被骗后，再上山，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吧？可是朝廷派了那么多官兵，把他们全都骗到山谷里，谈何容易啊！再多的士兵，也只相信一个将军的话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骗他们，只要骗得过上官将军就可以了。3位当家，你们可愿意相信人杰？我们相信狄大人，一切但凭大人差遣。多谢3位当家信任。2当家、3当家，请通知寨中的兄弟，将各家各户的家中弄得遍地狼藉。记住，越乱越好。还有，寨中的路上，也要有看似落荒逃跑、被丢下且又未来得及捡起的器物。狄大人放心，
我们山寨都是土匪出身，弄干净不会，弄个狼藉那可都是好把式。师爷，请把大家转移到这山头上任何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，山洞也好，树林也好，要快，也要近，因为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。狄大人放心，我一定能为大家找一处安全之地。好，二当家、三当家，师爷，你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好。狄大人，那我呢？我做些什么？大当家，请帮任杰找10匹快马，还有树枝，越多越好。这没问题。可是，找这些来做什么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墨雨，你的马术有没有退步啊？比上次赢你时还要再稍好一些。红金兰陵，你们呢？傻书生，你有听说过飞贼不会马术的吗？是啊，要不然怎么逃跑啊？好，大当家，我们现在就去引开官兵吧。好。将军，山寨的人好像全部都逃走了。不可能，我们一直驻守在山下，他们能往哪里逃？给我搜！是。搜，快去那边看看！快！我只听说狄大人断案如神，没想到竟然还有领兵作战的才能。大当家过奖了。其实任杰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只不过都是老天在帮忙。希望可以成功吧。大家记得，先原地打转，围的圈越大越好。等到把士兵引过来，我们就冲向山谷。大大放心，墨雨会带住头马。好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这。将军快看，那里好像许多马匹在奔走的样子。难道黑风寨的人要骑马从后山逃跑？蒲王殿下，殿下，您为何会在此？为了给你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呢。殿下的意思是？狄大人，你用这招把官兵引入后面的山谷，就算你骑术再好，骑得再快，小王推断，最多也就能争取到1天的时间吧。殿下知道我们要引官兵到山谷。小王只是推断到，朝廷今日有可能会绞杀黑风寨，而狄大人呢，绝不会见死不救。但狄大人又不会让黑风寨与朝廷为敌，所以只有想办法来拖延时间。就这里的地势来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官兵引入到后面的山谷之中。狄大人如此聪明，不会想不到的。所以小王今日并没有离开汴州，一早便从后面的山谷来到此地，等候诸位。末将参见殿下。将军免礼。怎么只有5个人，10匹马？原来如此。狄仁杰，你竟敢欺骗本将军！上官将军，人家并非是有意欺骗，只是想为黑风寨争取更多的时间，找出杀害屈大人的凶手。狄大人，现在不是上官不给黑风寨时间，是皇上不允许。你也知道，
那屈大人是皇上的宠臣，他的死，皇上十分的震怒。上官将军，请将军回禀皇上，本王愿留在黑风寨中，为黑风寨做担保，请皇上宽限3日时间，以便查出真凶。可是殿下，将军，你若硬要绞杀黑风寨，也好，就先杀了本王吧。啊，末将万万不敢。将军请起。皇上那是个仁义之君，这你可是明白的。皇上非常顾念手足亲情。本王虽然已被流放，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本王也是皇上的亲兄弟。即算是屈大人是朝中的宠臣，在皇上心中，应该也不会高过本王吧？这些暂且不论。将军，本王向你保证，此事无论怎样，小王一人承担，绝不连累将军。殿下，我这就回去禀告皇上，同时我也会带兵围住黑风寨，等待皇上的旨意。收兵。是将军。谢将军成全。也请殿下遵守诺言。狄大人果然是神算呐，官兵果然中计。刚刚我们躲在山洞内，连一口大气儿也没敢多喘，眼睁睁的见一大队官兵就那么过去了。三弟，阁楼上众人可好？二哥尽管放心，这阁楼地处偏远，并且年久失修，不引人注目。我想，这官兵恐怕还未搜至，狄大人就已经把官兵给引跑了。二当家、三当家，大事不妙了！官军他又来了！什么？难道狄大人他们失败了？不是失败了，而是更加成功。大哥，二弟、三弟，我们又多出了3天的时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3天，不是说最多只能拖出1天时间吗？这多亏了蒲王殿下的帮忙。蒲王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黑风寨景色秀丽，又有你这么一个兄弟在，我当然要回来了。殿下甘愿留在黑风寨做担保，请求皇上多给他3天的时间。上官将军这才退的兵。黑风寨多谢蒲王殿下大恩大德。哎呀，大家太客气了，快起来吧。小王呢，也不敢保证皇上一定能答应，但是请各位放心，小王一定会尽力维护黑风寨。哎呀！茶壶又没得罪你，你跟茶壶置什么气啊？行了，我去倒水，省得你为难他。无端端又冒出个蒲王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黑风寨又多出3天时间，恐怕无端端冒出来那个让你生气的人，不是蒲王吧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不妨直说，那个慕容清，我们在大漠的时候就差点被他害死，现在还阴魂不散，又借着蒲王的名义出现，谁知道什么目的啊？说不定这黑风寨的一切都是那个女人搞出来的。红巾，慕容姑娘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伤害大大，而且大漠一事，我们也没有确凿证据。你们这些男人啊，见到漂亮女人就晕，哪儿分得清楚什么好坏啊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这个慕容清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女人。不简单的不是慕容清，而是蒲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多了3天的时间，还是件好事。哎呀，沙书生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出来这么一个既潇洒又聪明的人物，不仅抢了你的女人，还抢了你的风头。
狄仁杰只喝酒，不吃醋。酒喝多了容易醉，就像漂亮的女人，看多了容易晕。啊，还是喝点茶，消暑解郁的好。原来最可怕的不是漂亮女人，而是聪明的女人呢。狄大人，蒲王殿下，请您过去一下。好，我就随姑娘前去吧。黑风四虎在阁楼待了1天1夜了，如果真凶就在里面的话，一定会有所动静。3天的时间并不多，我们要抓紧。你们去查问一下，将口供记下来。大大放心。自己去见心上人，把活交给我们干。你不是要喝茶吗？不喝了。大漠一事，你是否怀疑慕容清？怀疑。可大大对慕容清情有独钟，你不生气吗？我生什么气啊？因为你也喜欢大大。我跟红巾有个约定，绝对不会再争同一个男人。可是，人怎么能管住自己的心呢？喜欢什么人，根本由不得自己。没想到你这个小书童对感情倒是颇有一番见解。怎么，你呢？有没有什么时候是由不得自己的？我嘛，都是理论，理论而已。大大跟慕容姑娘的事，你真的不生气吗？生气又有什么用呢？再不可思议的事，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人心也是。好一句人心也是。行了，狄仁杰交代的事赶紧去办吧。我也想看看这阁楼里到底有什么新文章。可是红巾……不用管他，红巾自然会忍不住跟着咱们一起去的。青子，黑风寨现在危机四伏，你还是赶快离开的好。我已经跟随了普王殿下，就会跟殿下同生共死。你就这么喜欢普王殿下？不要再问了，我的心意已决。狄大人，蒲王殿下已经等候多时了，请。殿下，狄大人来了。哦，下去吧。是。狄仁杰参见普王殿下。狄大人免礼。狄大人与小王都是洒脱之人，我看这些繁文缛节，今后就全都免了吧。来，快快请坐。多谢殿下。小王正好刚刚煮了一壶天地醉，愿与狄大人一起品尝。殿下真是个雅士，怪不得青子会追随殿下。
哈，任杰只知道女儿红、九潭春、竹叶青，不知这天地醉。好，小王与青子乃是萍水相逢。这天地醉，醉的也不是人，而是四季。这四季也会醉？四季会为繁花所醉，雨露风霜润之，天地灵气滋养。虽大多只开一季，但珍贵也往往于此。小王从不饮酒，这天地醉，乃是采集了春之桃花、夏之荷花、秋之桂花、冬之梅花，风干储藏，待到饮用之时，拿出与当季的新茶一起煮沸。当茶将花的香味完全吸收，再将干花筛除，所制之茶便会香味馥郁，又极有层次。回甘之处，令人流连忘返呐。来，狄大人快快品尝。怎样？殿下，这花香沁脾，人杰醉了，但从未醉得如此清醒。好啊，看来狄大人的确是与官场上那些浑浊之物不同。小王还真是相见恨晚呐。我给二虎作证，二虎没有出去。我给三虎作证，三虎没有出去。我给大哥作证，大哥没有出去。你们别难过了，我知道，屈大人出去的时候，你们在舞台上表演，根本没有时间杀死他。你们不要害怕，现在把你们关在这里，也只是权宜之计。你们安心待在这里，要是谁敢再欺负你们，就告诉我飞鸿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你们别哭了。请恕人杰直言，这是人杰与殿下第4次相见。可殿下对于人杰来说，越来越像一个解不开的谜。那狄大人可否将这谜面说与小王听听呢？殿下潇洒优雅，更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贵族气质。即便是来到黑风寨小住，也会锦衣华服，带着自己喜爱的书籍字画，甚至家具器物，并在这园中植满了鲜花。原本这一切让人觉得大费周章的事情，可在殿下的身上，却显得从容，且毫不为过。人杰潇洒，却怕为潇洒所付出的代价。所以人杰不明白，如此潇洒自由的殿下，为何会为了黑风寨而以身犯险，自顾自尽呢？不瞒狄大人，小王流放多年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交友无数，但没想到，懂我的人却是狄大人。但有一点，狄大人却不知。这么些年，小王早已做到事事顺天应时，包括小王这条性命。顺天应时。我花三娘以我项上人头保证，整个宴会从未出去过。至于其他人，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不过琢磨一宿，我倒觉得那些伶人们演的是真的。黑风寨2个字，虚无。狄大人也许有所耳闻，太宗在世之时，小王曾深得太宗的疼爱。因小王喜好文学，父皇便为小王在府邸设置文学馆，召集天下有名文士一起编纂《扩地志》。父皇甚至为我在长安城建了一座精美绝伦的芙蓉园。小王却爱风雅，生为皇子，自小衣食无忧，又得父皇宠爱。
自以为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。但生在皇室，又岂会有真正的自由？太子被废后，小王竟也卷入了群臣的争议之中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更何况是一棵招风大树。这道理，小王当时还不懂，直到听到被流放的圣旨后，才如梦初醒。但流放，对于小王来说，未必是件坏事。狄大人，小王早已说过，小王已放开怀抱，既然在哪里都能够赏花习文，在此为之，没准儿还能救人性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殿下，人家从来不奉承别人，但殿下却令人杰钦佩之至。是啊，小王也许久没与人如此交谈了。来吧，与小王再饮上一杯天地醉。好。狄大人，可真是小王的知己呀。我昨天可什么都说了，屈大人的死真的跟我没关系。你们怎么又来审我？昨天是昨天，现在又过去了一天，这里可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吗？这里吞吞吐吐，再不说我割掉你舌头！就算你不是凶手，如果真凶找不到，你一定要死，因为朝廷已经下令剿灭黑风寨。我说，昨天这里确实没有什么动静，但是有人编瞎话串供。这样看来，如果关胜所说属实，这凶手必在宴会之上。我也这么认为。而且关胜没有撒谎的必要。为什么凶手一定要用龙渊剑杀死屈大人？盗剑、放火，杀一个人需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吗？还有，这一切看起来并非偶然，似乎是早有安排。没错，这样的安排一定是熟悉黑风寨，并且知道招安事宜的人才可以做出来。所以人皆肯定这凶手一定在宴席之上，而凶手大费周章地去杀人，是为了制造一系列的不可能来掩人耳目。不可能，没人进出便忽然失火的武殿，不可能在没有人进出的情况下便失窃的宝剑，还有一个不可能，就算当时大厅再昏暗，也绝不可能有人拿着龙渊剑到宴席上杀人，然后又回到席中。这一切想来想去都自相矛盾，难道这就是凶手的真正目的？狄大人莫愁，这凶手制造的不可能越多，也就说明他留下的线索越多。殿下所言甚是。凶手虽然聪明，但恐怕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青子，来坐。狄大人，小王在游历途中遇到青子，是他把小王风湿痛的陈年旧疾给治好了。小王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就生了怜悯之心，所以想要照顾他。对了，青子曾经跟我提起过，你们好像一起在药王谷学医啊。啊，没错，慕容姑娘曾经教过人杰医术，说起来还算是人杰的老师呢。狄大人言重了，慕容清怎么敢当狄大人的老师呢？
狄大人志存高远，心中只有科举。药王谷对狄大人来说，实在是太小了。药王谷是世外桃源，慕容姑娘，世人皆尘心难了，不是药王谷太小。殿下，人皆告退了。哎，狄大人，狄大人并非是臣心，而是有天下心。青子，不要再为难他了。好了，这案情紧急，小王就不留你了。青子，待会儿替小王送送狄大人。是。人杰原想问你，为何要嫁给蒲王殿下？看来现在无需再问了。殿下确是极其难得的人物，任谁都会被吸引。倘若黑风寨平安无事，人杰相信，你跟殿下一定会幸福的生活的。我生活的幸不幸福，跟你无关。人杰的确无权过问你和谁在一起，但在沙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？狄仁杰，我们约定好，彼此再也不过问彼此的事情。你想得到无字天碑，我也想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为什么。不说也罢，只要你真正找到了你想要的人。傻书生，你放着案情不查，还跟他在一起，你是不是嫌他把你害得还不够啊？红巾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害他。青子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我越来越看不清了？你看什么呀？告诉你，我们查到昨天谁有可能离开过宴席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大虎可是黑风寨的人，你们竟然不相信大虎，而是去相信关胜这个外人。我昨晚经过你们房外，明明听见你安排三虎相互为证。证据？哼，证据怎么能安排出来呢？说得好，安排出来的不是证据，而是辩词，狡辩之词。狄大人，三位当家，听说黑风四虎串通一气，互相为证。那是关胜撒谎。哼，是关胜撒谎，还是你撒谎？墨与红金兰陵可是将阁楼众人分开审理。如果是关胜撒谎，他又是如何知道这黑风四虎互相为证的呢？狄仁杰，你怂恿三位当家的把我们都关进阁楼，谁知道你会把哪一个拉去做替罪羊？这么说来，你们的确串供了。我为何串供？是不是你离席，怕我们查出来？大虎，黑风寨的兄弟，没有一个是不凭良心做事的。你要是没有杀人，我看，到底谁敢把你拉出去做替罪羊？我确实出去过，而且看到了屈大人被杀。什么？你看到了屈大人被杀？对。当时我就站在大堂的帘幕外，正好可以看到后厅。你为何跟着屈大人之后离席？我是想给屈大人送礼，看看能不能在朝廷打开新门路，招安后也能混个一官半职的。哼，又是为了招安，这招安本是为了安稳，没想到人是安稳了，心却被搅乱了。大虎，你可是亲眼看到了一个黑影？对，是一个黑影。你撒谎，怎么会有黑影呢？
这宴会上根本没有人穿一身黑衣，就算他换了衣服，那按你说的，一闪便没了踪影。那他根本没有时间再换回衣服混回宴席当中。我这次真的没有说谎，确实有个黑影一闪而过，太快了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就是怕你们不信我，还说不准把我当凶手交出去，之前我才没有敢说。大虎，原来是你先不信的咱们，自家兄弟何以如此？大当家，不如先派人将大虎送回阁楼。任杰还想再去一次武殿，或许我们遗漏了什么。好。其实，今天是将军和三铁骑的忌日。不知大家相不相信伶人们所演的故事？这个故事的真假，无形不知。但是，我知道何为忠义。这2个字，从我当上黑风寨大当家的时候，我就从来不敢忘记。黑风寨这么多年，劫富济贫，从不错杀一人。飞鹰以为，即使伶人所演的故事是真的，那么这笔血债，也不该由黑风寨来承担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放心，狄仁杰一定会帮忙找出真凶的。是真有其事，还是有人编造故事另有图谋？到时候便知。这武殿的大火，并非是将军的复仇之火，而这里正是点燃大火的起点。没错，大大。我记得这2边堆放了许多剑，但现在却都烧成了这样。烧得如此彻底，正因为这里就是大火的起点。接着，火势蔓延，但烧到了这里，就停住了。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烧了，况且守卫发现及时，进来救了火。真正救火的人，并非是守卫。这火是什么时候开始燃的？燃到了哪里？燃到了什么程度？都是事先已经有人设计好的。又是白磷。白磷，可是白磷遇热就燃，放火的人很难控制着火的时间啊。虽然是事先有人设计好的，但将其点燃的，并非是人。并非是人，又只烧到这里，难道真的有将军的鬼魂？大哥，你不是说今天是将军的忌日吗？虽然将其点燃的并非是人，但也不是什么将军的鬼魂，而是这铜像的护心镜。大当家，就麻烦您将火把拿到外面去吧。好。当时的护心镜和现在的差不多，白天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亮的，所以不明显。大家看一下这边，燃烧的一面是见不到光的一面，它可以通过这个护心镜将光线反射到这里。大家想一想，晌午时分，光线直射进来，再由这个护心镜反射到剑堆上，剑堆的温度越来越高，白磷自然就会点燃。原来凶手是利用太阳照射护心镜的时间和反射光线来控制大火的，真是精心设计啊！凶手如此处心积虑地放这么一场大火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也许是想制造将军鬼魂回来复仇的假象。或许是盗剑时留下了什么怕我们看见，所以才放火烧毁了证据。不要忘了，大火燃烧的时候，和屈大人被杀是同一个时间，所以我怀疑这个大火一定跟盗剑有关。但之间有什么关联，任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。他很好的掌控了时间，所以我怀疑，设计武殿大火一案的人，必定是熟悉武殿的人。现在疑犯中，对武殿非常熟悉的，也只有黑风四虎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现在离真凶又近了一步。